美股的资金要涌入比特币了吗？比特币能涨到哪里？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发现呢，目前我已经将我的比特币的多单给平仓了。目前呢，比特币只剩下非常非常小的仓位，那么以太坊呢，还是有14万美金的仓位价值。那么目前呢，你可以观察到啊，我们总和的利润啊，已经超过了500万的台币，这当然是已经扣除资金费率了。那当然，我已经把部分的仓位呢给平仓掉了，基本上比特币已经全平了。那我们最后呢，大概是获得了380万左右台币的收益。那以太坊呢，现在有着150多万的收益，而且这个收益呢还在快速的增加。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在昨天哦，我才追了这张以太坊的多单。那目前呢，已经吃到了230美金的多单利润了。即使我们的仓位不大，我们也吃到了非常非常不错的涨幅。那么山寨币呢，现在也回过神来了。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会送你30美金的现金哦，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币走的。那质押1000U，你可以获得100%的 APY 3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盘面吧。首先呢，我们先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比特币啊，它有没有可能在接下来创出前高，或者说接下来的阻力在什么位置呢？那首先我们可以复盘一下啊，其实比特币呢在减半之前呢，基本上在过往的3次牛市里面呢，并没有出现过突破前高的这种记录啊。你可以观察到呢，我们在上一次我们要突破前高啊，一直要到2020年的11、12月左右才突破前高。那其实我们早就减半了，在20年的这个4、5月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减半了。所以我们在减半之前呢，目前呢还没有一次是直接突破前高的。那我们再到上一轮呢，2017年这一轮呢，我们的上涨也是要到17年的3月我们才突破前高。那其实我们早就减半了，我们在16年的这个4、5月其实就已经减半了。那再往上一轮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认为比特币它是极难去突破前高6万9啦，但是呢，它确实还是有在往上进攻一点点的实力的啊。那其实我们在往上看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大概5万1到5万2左右的这个阻力。其实这里的位置呢，我相信其实来到啊还是挺有机会的，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还是挺有机会的。而且呢，其实由于我们今天啊是 ETF 上线的首日，第一天有什么重要的呢？以前在传统金融市场观望比特币的这些资金呢，就会在今天，就会在接下来的几分钟涌入到比特币的市场里面。那这笔资金呢，非常有机会可以把比特币再推升出一段距离的。而且呢，根据美国彭博社的估计，我们这次资金涌入啊，可以来到40亿美金啊。那以比特币现在的市值啊，大约是1兆美金左右呢。大约我们有机会可以靠这笔涌入的资金，在今天啊就上涨大概4个百分点。当然4个百分点可能对于比特币来说没有到很多，但是也可以给我们不小的收益的。如果我们再加上杠杆操作的话，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呢，我们在来到4万8左右上方，其实就是5万1到5万2。那如果再往上的话，其实就在6万左右的位置。那我认为其实5万1就已经是这轮很极限的点位了。当然不排除它有继续上涨的可能了。那但是呢，我一样是先把这个仓位给出场，毕竟我们在消息的时候呢入场，然后出场的时候就是落地的时候。那我认为5万1这个位置，5万2它是比较难去突破的。好，那当然现货还是继续拿，因为现货的话，它会风险是要小的不少。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仓位给放大，确实是这样的。尤其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在日线级别的图表，我们通过的那一天呢，其实好像跟大家预测的都不太一样，因为你可以观察到我们在通过的时候啊，当时波动其实已经出现在前面了，已经兑现出来了，它已经有试过盘了。那结果我们真正通过的时候，波动真的没有想象中的大。那这里呢是 ETF 的批准日啊 ，ETF 的批准日啊，比特币，那这是现货的 ETF 哦，现货的 ETF， 比特币的 ETF， 它的批准日，好，那批准之后呢它其实盘面呢也有一些波动其实很大，但是它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夸张。那我们就在今天，我们会迎接来什么呢？这是连续2天挨着的，我们即将迎来比特币 ETF 的上市，会在今天就可以开始交易。那有人问说，那在台湾可不可以交易呢？其实是可以的，你只要付委托，只是付委托这个手续费就会很贵了。那还不如，如果你会买比特币现货的话，还不如直接上交易所买，然后提到自己的冷钱包。
手交 ，OK， 第一天的交易日啊，第一天的交易日，那今天呢也会有传统金融市场的资金涌入到比特币，所以其实今天也是很看涨的。那这2天呢其实是紧紧挨着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复盘呢，我们在之前呢也出现过非常雷同的行情。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还有这里的时候发生了2件事。在这个位置，我们的比特币期货 ETF， 我们的比特币期货 ETF 呢，它批准了。那这个是期货，其实跟现货还是有蛮不小的区别的啊。那这是批准，其实我们当时呢也冲了一个顶峰。那我们第2个顶峰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真正上市的时候啊，期货 ETF 上市，所以你可以观察到啊，这2个时间点呢，它其实分别创出了2次的顶峰。那其实我们在今天呢，也有机会再创造出一个顶峰，但我认为呢，没有办法把这个距离打得非常非常的深远的，因为我们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今天市场资金涌入，这些资金是怎么来的呢？是传统金融市场在观望，但是其实传统金融的市场，他们也是有机会投资一些跟加密货币产业有联动的这些股票的。那么，其实在美国呢，加密货币也是非常的盛行，非常的普及，每一个人也会透过比如说 Coinbase 啊，比如说币安啊，去购买比特币的现货。所以我认为第一天会涌入资金，这个我相信，但是不会有大家想象到这么夸张。而且，其实 ETF 它能带入传统金融市场的资金呢，它一定是缓缓的为我们接下来的比特币的牛市呢，一直稳定的注入一笔很雄厚的资金，这个才是比特币现货 ETF 它通过最有利的上涨证据。所以其实我们不能要求说，或者说我们不能期望说它在一天就涌入，但是呢，我相信它可以为我们接下来好几年一直提供稳定的资金流入到加密货币市场里面。那其实这就已经从根本上呢改变了加密货币的生态了。好，那其实我现在呢当然现货还是持有，但是期货的话是基本上已经平的差不多了。那我现在其实基本上我是改做以太坊，因为以太坊它真的走得非常强势。它自从我们突破过后，对不对？那其实突破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这个机会，我自己就是在突破的时候有追一张多单，那现在也获得非常稳定的收益，很不错的收益。那其实再往上呢，我们大约很有机会下一个点位就可以直接来测试到3100也就是我们入场呢，我们在昨天讲的位置入场还有20%的涨幅。那其实现在入场，现在我们现在还在创新高就在当下还在创新高，我们也能制造出16、17个百分点的涨幅好，那这个时候有人可能会说了，那比特币接下来整轮牛市呢，都会有传统金融市场的资金涌入，那我们应不应该多布局些比特币呢？其实是绝对应该的。但是其实现在比特币的价位呢，其实也已经到达了一个还算蛮高的位置。但是其实这个位置买呢，我认为绝对也是划算的，只是它确实还是高了点。那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再去买到比较划算的比特币呢？其实还是有的。我们可以来稍微测量一下其实我们要到牛市的这种狂暴的上涨呢，我们都是必须经历过一定从熊市然后转换到牛市的过程。那你可以观察到，其实我们转换到牛市之后呢，我们离真正疯狂的上涨它也是不同阶段的。你可以观察到，我们其实真正疯狂的上涨是白色的方框，然后呢，我们2017年这轮也是我们也是要到白色方框呢，我们才会出现疯狂的上涨。好，那我们可以稍微算一下也就是我们从熊市的底部到我们真正出现疯狂上涨，大约需要经历多久？呢？那我们先把每轮熊市的底部呢都给标示出来。我们这轮熊市的底部呢已经确定了，就在这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一轮呢真正暴涨开始它是经历了多久呢？经历了96根 K 线，96根 K 线，大约是96周96周。好，等等我们换一个标示的方式这个标示的方式它有点占据版面我们从熊市的底部到疯狂上涨，大约要96周。那我们从上一轮再上一轮的牛市我们从熊市底部呢到疯狂上涨它大概是有101周，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综合一下，大概98周，对不对？98周，所以我们可以拉一下，
我们自从熊市的底部呢，一直到我们疯狂的上涨大约是98周所以可能在2024年的接近年尾的时候才会出现。那我们在这段时间呢，我相信我们就会有非常非常不得了的涨幅了。好，那我们先把这个位置呢，再把它给强调出来。当然会涨到什么位置不知道，但是呢，它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狂暴、非常迅速、非常值得把握，可以让我们暴富翻身的涨幅。那我们距离暴涨还有98周，我们已经走了多久呢？我们来测量一下，我们从熊市最底部到现在呢，我们已经走了61周了，等于说我们还剩下30周左右。那30周大约是可能7个月、6个月、8个月左右，大概是这个时间，我们就即将迎来疯狂的上涨。那在疯狂的上涨之前呢，你可以观察到，其实我们在迈入牛市之前呢，疯狂的牛市之前呢，我们有这个轻杠杆。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行为这里的下跌呢，它的幅度已经来到了62个百分点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边如果下跌60%，会剩下多少呢？2万多，2万，甚至1万多，就这么夸张。当然，比特币被并入传统金融市场之后呢，它的波动不会像以前这么样的夸张但是我相信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么夸张的轻杠杆的行为的。那你再来看一下这个位置，他们其实这两个点位呢，都下跌的非常的不得了因为这有许过 log， 所以可能会扭曲你对于这个比例的认知。40个百分点下跌40个百分点是什么概念呢？等于说现在比特币只剩下6折打6折，只剩下2万多，2万7、2万8。那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入场机会？还有在这里再杀一次，50个百分点等于说我们现在比特币一跌只剩下2万8。那其实这里都有给过我们非常非常好的抄底时机点。那当然我们也相信呢，在这里它也会出现，只是什么时候出现？出现的时候能不能好好把握住呢？那就要锁定我们频道，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好，订阅我们频道，点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